被人忽视的高水平战斗指挥，机动战士高达系战役推演第3集高达抢夺作战下。CE71年1月25日，由劳鲁克鲁泽率领的扎夫特克鲁泽队在奥布的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发动了高达抢夺作战。由于计划周密，部署得当，在作战开始后没多久，扎夫特很迅速就夺取了地球联合的3架高达。但是由于地球联合的守卫部队极力抵抗，使得扎夫特的高达抢夺作战出现了偏差，派遣的部分特战队员相继阵亡，连前来负责接应的机动战士金恩也被地球联合的一架高达反击折损了一架。为此，扎夫特的克鲁泽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并将作战目标从抢夺变更为摧毁，采取全副武装的方式强行突入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在找到强袭高达和大天使号后，迅速将其消灭，不再像第一次作战时顾及殖民星不被破坏。这一次，为了对付高达的 PS 装甲，将让金恩携带高能光束武器出击作战。于是，此次作战行动的具体部署如下：由米盖尔、奥罗尔和马修3人再次组成作战小队出击，其中米盖尔驾驶的金恩将装备 M69 形象式改特火重粒子炮武器来对付使用 PS 装甲的强袭高达，而其余2人的金恩则装备 M66 型啄木鸟式短程导弹发射装置来负责将大天使号击沉。为了在奥布发起强烈抗议前完成任务，此次作战不选择等待大天使号离开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直接在完成准备后第一时间突入殖民星内部进行。于是高达抢夺作战的第2阶段正式开始。正当扎夫特准备发起对强袭高达和大天使号进行摧毁的作战时，地球联合的大天使号也正在进行做好离开殖民星的准备。除了加紧完成补给和维修等作业之外，还对在战斗当中存活的重要人员进行了临时职务的分配。首先由马留拉米亚斯上尉担任大天使号的临时舰长，纳塔尔巴基露露少尉来担任大天使号副舰长，而原先负责护送高达驾驶员的穆拉弗拉达上尉则从地球联合的第7机动部队转至大天使号上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因临时驾驶强袭高达的基拉大河因接触强袭高达涉及到地球联合的机密，包括基拉的同学在内，就这样被强制留在了大天使号上不得离开。但是否继续驾驶强袭高达战斗，基拉大河对此表示出了抗拒。就在马留要求基拉继续驾驶强袭高达战斗的时候，扎夫特3架金恩开始向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出击，然后分成了2路突进到了殖民星的内部。然而作战一开始就发生了变化，在金恩完成出击了以后，阿斯兰因担心这次行动会危及基拉的生命，所以便擅自驾驶圣盾高达紧随其后也进行了出击。接着就跟随米盖尔驾驶的金恩从刚被米盖尔炸开的洞口进入到了殖民星的内部，很快就与3架金恩进行会合，接着就与前来应战的大天使号直接遭遇。一接触大天使号的主炮率先发起了攻击，紧接着基拉便驾驶舰装强袭高达出击迎战，而扎夫特则继续按照原先的作战计划进行展开，也就是米盖尔负责摧毁强袭高达，其余2架金恩负责击沉大天使号，而临时参加作战的阿斯兰则协助米盖尔来牵制住强袭高达，为自己创造击破对方的机会。很快，米盖尔就展示出了自己手上这把高能武器的强大威力，其为击中强袭高达的几次攻击，接连给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造成了重大破坏。然而使用舰装背包的强袭高达，在左手臂上的复合武装表面涂有抗光束涂层，能够让基拉顶着米盖尔的高能攻击突击到跟前，使得米盖尔备受巨大压力。不得已，米盖尔让阿斯兰加入战斗，迂回来吸引强袭高达。正当米盖尔以为抓住击破强袭高达机会的时候，基拉便反手向他抛去了光束回旋镖进行攻击，结果没有认出基拉丢出的武器是回旋镖的米盖尔，被光束回旋镖从背后攻击，造成重大损伤，然后被基拉抓住机会突袭到跟前，直接击破。就这样，米盖尔在一声爆炸之后阵亡。于是由米盖尔负责击毁强袭高达的作战任务就此宣告失败。而在另一边，大天使号的战斗也进入到了极为激烈的状态。作为由奥布开发的新锐战舰，大天使号上装备的武装十分强大，2架金恩虽然带着大威力装备，但要突破大天使号的火力防护网并不容易，而且大天使号还能凭借自身超强的机动能力来躲避金恩的导弹攻击，其性能远远超出了地球联合的各型宇宙战舰。就在2边互相交手多个回合了以后，因莫比乌斯零式尚未修复完毕，临时负责大天使号 CIC 战斗情报的穆拉弗拉达在这个时候接管了大天使号的主炮操作，通过手动锁定的方式成功击破了这2架金恩。虽然拿下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但这几次的攻击直接波及到了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的主轴，加上前面几次攻击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得殖民星的主轴发生断裂，随即整座殖民星开始发生崩塌瓦解，其崩溃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进行补救措施的可能性。虽然殖民星很快就释放了已经安置避难居民的逃生舱，成功让绝大多数奥布的平民脱离战场，避免了重大伤亡，但扎夫特和地球联合之间的战斗并不会因此结束。由于殖民星崩塌时还引发了巨大气流的混乱，使得还在与阿斯兰进行对峙的基拉被吹向了殖民星之外。没多久之后，在纳塔尔巴基陆路少尉的呼叫下返回到了大天使号上，而阿斯兰则在无奈之下选择了撤退，于是这场战斗就此暂时告一段落。虽然扎夫特发起的摧毁作战计划已经对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但是战斗仍在进行当中，并没有结束。由于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在崩塌之后向周围散落了大量的碎片，使得两边都无法确定对方所在的方位，这对扎夫特而言，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要判断出大天使号会向何处去。目前处于 L2 位置的大西洋联邦宇宙军总部和 L3 位置的阿尔特弥斯要塞，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可能是大天使号的目的地，但是 L2 位置的月球基地过于遥远，如果从当前的 L3 位置前往风险过大，而且在 L5 位置的扎夫特大本营很容易派出部队在途中进行拦截。同时还有件更加重要的事情是，此次高达抢夺作战十分突然，使得大天使号并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准备进行出航，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舍近求远前往月球基地将会十分危险。所以基于这一点进行考虑，克鲁则确信大天使号会选择距离更近的阿尔特弥斯要塞，于是决定利用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的速度优势进行部署，提前在阿尔特弥斯要塞位置附近进行拦截，而速度较慢的罗拉西亚级战舰则在大天使号的背后跟进，堵住退路。虽然这个时候自身的 MS 部队已经损失殆尽，但可以选择抢夺来的4架高达代替投入作战。之前阿斯兰擅自驾驶圣盾高达出击，就已经证明了使用高达进行作战的可行性，而且高达的所有数据信息已经提取完成，就算在战斗当中发生损失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即使大天使号最终选择前往月球基地，导致在阿尔特弥斯要塞扑空，扎夫特掉头前往追击，仍有机会追上，必要时可以联系总部派兵在途中进行拦截。而就在克鲁泽准备将这次作战部署付诸行动的时候，大天使号先人一步向月球方向发射了一枚铀导弹，如此明显暴露自己的行进轨迹，有悖于当前大天使号隐藏自身行踪的需要，这让克鲁泽对大天使号前往阿尔特弥斯要塞做了肯定的判断，于是立即按刚刚定好的作战部署开始行动。在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航行之后，大天使号终于来到了阿尔特弥斯要塞所在的区域。然而没过多久，扎夫特的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就出现在了大天使号的侧前方位置。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克鲁泽利用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的速度优势，成功先于大天使号抵达阿尔特弥斯要塞。接着纳斯卡级将方向调转180度，直接拦住了大天使号的去路。同时速度较慢的罗拉西亚级战舰也开始出现在大天使号背后不远的位置。由于阿尔特弥斯要塞隶属欧亚联盟，与大天使号隶属的大西洋联邦不是一个指挥体系，所以现阶段要塞里的守军无法识别还处于机密状态的大天使号，因而也就不会主动出击前来替大天使号进行解围。面对这个情况，穆拉弗拉达上尉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进行应对，那就是由他驾驶莫比乌斯零式，通过弹射器出击后以静默前行的方式，在靠近纳斯卡级战舰时对其展开突然袭击，从而为大天使号打通前往阿尔特弥斯要塞的道路。接着在与基拉大河沟通作战计划之后，便驾驶莫比乌斯零式进行出击，按照自己设想的作战计划进行行动，而基拉则做好强袭高达随时出击的准备。当莫比乌斯零式前进了一段距离了以后，为了掩护木不被敌方发现，大天使号启动罗安格林扬电子炮，向前方位置的纳斯卡级战舰展开了攻击。当纳斯卡级战舰对攻击进行了回避以后，大天使号背后的罗拉西亚级也进入了作战范围，于是2艘战舰立即让4架高达进行出击，从前后2个方向对大天使号进行夹击。紧接着基拉便驾驶强袭高达出击迎战，很快就与正前方阿斯兰驾驶的圣盾高达遭遇。不过2人这次同样没有直接展开战斗，阿斯兰还是优先以劝说的方式让基拉远离地球联合军，不要卷入战争。然而伊扎克驾驶决斗高达摸了上来，
直接与强袭高达展开了战斗，其他2架高达则继续负责攻击大天使号。于是，一场比之前还要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而阿斯兰面对这个情况，则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状态。尽管扎夫特的红衣驾驶员发挥出了高达的强大性能，但是并没有迅速拿下强袭高达和大天使号，战斗还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僵持的状态。对此，克鲁则开始命令纳斯卡级战舰对大天使号进行炮击来打破僵局。就在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完成瞄准，准备进行射击的时候，母驾驶的莫比乌斯零式已经抵达纳斯卡级下方位置，然后启动动力装置全速推进，向扎夫特的纳斯卡级高速战斗舰发起了突袭。尽管克鲁泽在感应到了木的存在后及时进行了规避，但战舰的动力部分还是遭到了沉重打击。在完成攻击了以后，木便立即折返向大天使号发送信息。于是马流抓住机会，再次让大天使号使用洋电子炮向动力急速下降的纳斯卡级战舰进行攻击。虽然纳斯卡级战舰拼尽全力做出规避，避免了被这一轮攻击直接击破，但自身受损严重，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奈退出了战斗，由此让出了大天使号前往阿尔特弥斯要塞的道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扎夫特的4架高达收到了撤退的命令，但他们这个时候成功困住了基拉的强袭高达，所以跟强袭高达战斗许久的伊扎克自然不甘心就此撤退，决定与迪亚卡先击破强袭高达再进行撤退。而基拉的强袭高达因战斗消耗过大，在这个紧要关头能量刚好消耗殆尽，正当伊扎克利用这个机会对强袭高达进行击破的时候，阿斯兰便站了出来，驾驶圣盾高达以 MA 形态抢先抓住了强袭高达，成功挽救了基拉的生命，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将强袭高达带回到后方的罗拉西亚级战舰上。而正向大天使号返航的木，在得知基拉被围困无法返航的时候，立即更改方向前往基拉所在的方位，同时让大天使号做好弹射炮装背包的准备。最终木成功截住了阿斯兰的圣盾高达，在连番多次攻击之下，迫使圣盾高达变更回了 MS 形态，从而使得强袭高达得以在挣脱后向大天使号飞去。虽然伊扎克和迪亚卡立即追击阻止，但强袭高达在被击中前的瞬间，成功在战斗环境下完成换装，得到了能量补充，紧接着使用炎神超高能脉冲炮不断进行射击，最终在击伤伊扎克的决斗高达后，成功迫使扎夫特选择撤退，结束了战斗。于是接下来大天使号在回收强袭高达和莫比乌斯零式后，很快就抵达了阿尔特弥斯要塞，从而摆脱了这次扎夫特的围追堵截。不过扎夫特仍在阿尔特弥斯要塞附近并没有离去，直到时间进入1月26日，Plant 最高评议会就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问题向克鲁泽下达了出席评议会进行咨询的命令。于是克鲁泽做出安排，留下罗拉西亚级战舰和3架高达继续监视阿尔特弥斯要塞，而自己和阿斯兰搭乘纳斯卡级返回 L5 位置的 Plant。 到这里，从赫利奥波利斯爆发的高达抢夺作战全部结束，但对大天使号新一轮的围追堵截即将展开。这场战斗，扎夫特 MS 被击毁3架， MS 被击伤1架， MS 驾驶员阵亡3名，战舰被击伤1艘，地球联合同样战舰被击伤1艘， MS 和 MA 损伤则为0，而奥布被毁殖民星1座，连带造成的相关损失目前不详。